前几年，中文互联网上曾流传过朝鲜笑话，说金正日同志某天视察农场，看到有几头猪，便在猪的旁边拍了一张照片。报纸发表照片时，编辑却为标题忘了拿，一开始写上金正日同志和猪在一起，觉得不妥，便改成猪和金正日同志在一起，也觉得不妥。报纸出版后，照片的标题是所喜第3位是金正日同志。熟读苏联笑话的人不难发现，这个段子是由经典苏联笑话改编而成，并不是朝鲜同志的原创。从斯大林开始，政治笑话伴随着苏联的任何一个时期。到了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代，政治环境相对宽松，苏联笑话也迅速壮大，还大批走出了国门。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批评变得相对安全，人们便逐渐对笑话失去了兴趣。但和苏联老大哥相比，几乎看不到任何原创的朝鲜政治笑话。朝鲜的笑话简直比粮食还匮乏。朝鲜的劳动新闻经年累月地发表警告反动思想危险性的文章，说帝国主义通过电影、歌曲、书籍、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等渗透方式，疯狂试图污染朝鲜人的思想，渗透腐败的意识形态、不朽的文化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反社会主义思想的渗透是一种危险的鸦片，一种强力的毒药和一种恶性的癌症，是敌对势力颠覆政府的毒辣的侵略行为。如果不加以控制，他们将瘫痪我们的革命精神，把朝鲜人变成金钱的奴隶，过着动物般的生活。朝鲜人经历3代没能变成金钱的奴隶，却平稳地过着动物般的生活。饥荒时代，有人将金日成的名言“革命之花应该盛开下去”改成“革命之花正在倒闭下去”。有人把千里的苦难后是万里的快乐改成千里的苦难后是万里的苦难。官方宣传苦难在3年内就会结束，有人解读说3年内朝鲜就会变天。当官方庆祝生产植物的工厂落成时，有人说从来没见过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嘲笑工厂生产的是野生植物。当电视台情绪饱满的报道工厂生产了产量惊人的优质雨鞋，有人问，如果雨鞋真的有这么多，怎么我的孩子没有分到1双？核试验成功后，政府组织群众集会庆祝，官员们激动落泪。一个老太太抱怨说，核弹能给我们吃吗？官方庆祝导弹发射成功，有人说物价也像导弹一样飞升。官方骄傲地宣称，成功发射的卫星在太空中播放了歌颂金日成同志的歌曲。有人说花了这么多钱只为了放首歌。好在朝鲜有遍布各地的告密者，任何反动的讽刺言论一旦被听到，全家人都将以破坏社会主义的罪名面临牢狱之灾。以上这些心直口坏的人都成了反动教材。受到教育后，更多的人闭上了嘴巴，不再有人愿意逞一时口快而弃知情的自由与不顾了。北朝鲜这个国家简直就是蓝星上的泥石流，它被外界称作监狱国家，人民个个都是表演艺术家，而且世世代代还不清领袖的恩情。今天我们就来回顾历史，看北朝鲜是怎样一步一个脚印误入歧途的。1945年10月10日是朝鲜官方所定的劳动党创党纪念日，但实际上朝鲜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远早于这个时间。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共产党一样，朝鲜早在1925年就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在汉城成立了朝鲜共产党，领导人是金在凤和朴宪勇。第一届朝共中央仅存在了半年多的时间，一方面是由于日本殖民当局的强力镇压，另一方面朝共内部始终恶斗不断，内奸和渗透事件频发，所以一直不成气候。1928年8月，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第6次大会，宣布取消朝共在共产国际的资格，理由是派别斗争使它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党。至此，朝共在国内建党宣告失败。此后，朝鲜的共产主义运动就一直处在各自为战的状态，一部分人流亡到中国，武廷等人还参加过红军长征，另一部分人坚持在国内打游击，但最终也没能坚持下来，撤退到了苏联的远东地区。这部分人的代表就是金日成，还有一部分留在朝鲜做地下工作。由于共产国际一国一党的原则，这些人彼时属于日本共产党的一个支部。游击队时期，日成还在使用原名金成柱。普天堡战斗是金成柱军事生涯的最高光时刻。普天堡是位于朝鲜边境一个只有300多户的小村庄，
1937年6月，经过半年多充分准备的金城柱跨过鸭绿江回到了朝鲜故土。在内应的配合下，金城柱的部队烧毁了当地邮局，缴获了长短枪支共计6把，击毙日本平民2名，一个是日本警察的女儿，另一个是日籍饭馆老板宇根小三郎。此战过后，金城柱改名金日成，而金日成也确有其人，他是金城柱的亲叔叔或者亲大伯，因为领导游击队长期活跃在满洲而名声大噪。2009年有报道称，美国国家档案馆的资料显示，金城柱通过冒牌金日成继承了叔叔的军功和声望，并开始被苏联重视。今天的朝鲜把普天堡战斗称为伟大的朝鲜革命斗争而大肆宣传，对日成其他的战斗功绩只字不提，这也从侧面证实了上述资料的准确性。1945年日本投降后，美国和苏联按照三八线分别占领了朝鲜半岛的南方和北方，并且迅速扶植了各自的政府。南方就是李承晚的大韩民国政府，北方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不过当时金日成刚随苏军进入朝鲜，在北朝鲜的声望和名气都不高，苏联就扶持了曹婉植出任国家领导人。日成的职务是苏联驻平壤军事代表的助理。早在1908年，20多岁的曹婉植就搞了个朝鲜物产奖励会，号召平壤的学生们抵制日货。曹婉植亲自带头到处发传单，他可不是说说而已，对自己也有股子狠劲儿。他只穿用朝鲜土布缝制的衣服，甚至连名片都用本土生产的手工脏坯纸。曹婉植天天穿着土布韩服在街上晃荡，没过多久，平壤街头就有人跟着有样学样了。结果一时间，裁缝铺里的土布订单量激增。很快，北朝鲜的人都知道了曹婉植，称赞他是个不买日本货、只穿土布的硬骨头。这也把急于倾销工艺品的日本当局气坏了。就连巡逻的日本警察在街上撞见他，眼神中都冒着火。日据时期，朝鲜人必须向日本总督府鞠躬，这属于硬性要求。日本官员觉得这是朝鲜人服从的标志，但曹婉植偏不干，他觉得这不是礼仪，而是关乎民族尊严的大事。1923年，不肯鞠躬的曹婉植被日本人抓进了监狱。日本法官跟他定罪时，曹婉植完全不按套路出牌，他站在法庭中间，从裤兜里摸出一本圣经，当场讲起了经文。日本法官瞪着眼睛，听他讲了半天关于正义和公理的演讲，愣是一句话都接不上，只能干坐着。时间来到1943年，日本在太平洋战场打得焦头烂额。坂原正次郎以日本驻朝鲜军司令的身份来到平壤，作为在东北搞过伪满洲国的日本军界大佬，这家伙威风得很。他派人通知平壤的名流，让大家都来听他训话。结果只有曹婉植不买账，他压根理都不理，学三国时期的刘备，关上门在院子里种菜。坂原正次郎气得脸都绿了，就又把他抓进了监狱。曹婉植这回坐牢的时间不短，但他的形象更高大了，成了朝鲜人称赞的民族英雄。1945年日本投降，曹婉植一出监狱就在黄海道搞了个朝鲜民主党，因为超高的人气和声望，不到2个月的时间，他就把大部分北朝鲜的乡绅都拉进了党里。这些乡绅们有钱有地，还都赞同曹婉植土地归农的纲领，说是要把土地分给种地的人。这下连左翼人士都觉得曹婉植靠谱，纷纷跑来入伙。苏军入朝时，看曹婉植在北朝鲜玩得热火朝天，就让他做了国家领袖，日成还只能在暗处继续力量。但曹婉植除了是个爱国者，更是个民族主义者，他内心其实是反共的，这让苏联很不满意。1946年1月4日，五道行政局委员会会议在平壤召开，主要是讨论朝鲜未来的治理方向。苏联代表带来了一份信托统治方案，意思是让苏联先接管朝鲜一段时间，帮着建立新秩序。不料方案刚念完，曹婉植就跳了起来，拿起文件呲啦一下撕成2半，还指着墙上的斯大林画像说，这就是另一份日韩合并条约。曹婉植觉得苏联的意图是在搞殖民主义，苏联代表也没惯他的毛病。第二天天刚亮，杜军就把曹婉植从家里带走了，罪名是破坏朝苏友谊。曹婉植从此住进了平壤郊外的顺安疗养院，这地方还是当年曹婉植主持建造，用作给抗日人士避难的，现在成了他自己的牢房。灭了曹婉植这个挡路的，日成集权的速度一下子就提了起来。苏军的宣传部门更是专门出方案给日成搞形象工程，他们找来在东北抗日时期的一些照片，这些照片拍得很模糊，压根看不清是谁的脸。苏联人选出形象英武的，安上日成的脸，成品就是一幅幅的英雄肖像画。英雄的名字就叫白秃山战神。日成自己呢也不闲着，他先是拿苏联提供的日军遗留武器，
把分散在咸镜道一带的抗日游击队收编，改组成警备队，成了日城自己的武装力量。1946年3月，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成立，日城还特意留了个名誉委员长的头衔给曹婉之。他一边摆姿态，一边在底下大刀阔斧的换人，从平安南道的知事到黄海道的农渔协会会长，半年的时间，9成的地方官员都换上了日城的人。曹婉之的势力群龙无首，甚至组织不起来像样的反击。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遍布北部朝鲜的民族主义团体全被劳动党的支部给取代了。到了1948年9月，朝鲜建国前夕，考虑到曹婉之在民间的声望，日城想着再拉他一把，于是专门派特使去监狱，送了一份最高人民议会副主席的聘书。曹婉之虽然已经65岁了，但关监狱也没能改掉倔脾气。他接过聘书扫了一眼，转身拿去点火给烧了。烧完还拿手指蘸着灰，在桌上写下“傀儡”2个字。2年后，朝鲜战争爆发，战火很快烧到平壤。日城此时依旧头脑清醒，隐患是不能留的。就在平壤陷落的前夜，曹婉之被秘密处决，尸体用草席一裹，直接扔进了大同江。在当年的5道会议上，被曹婉之怒怼的苏联代表施特科夫，此时已经升任驻朝大使。他正跟日城在宴会上举杯，庆祝清除反动势力的胜利。朝鲜政府是一台戏，朝鲜的党则是另外一台戏。苏军入朝之前，南方的地下党已经成立了以朴伟宪为核心的朝鲜共产党。1945年10月，以游击队为主体的北朝鲜共产党成立，领导人就是金日成。1946年3月，原来在中国内陆活动的朝鲜独立同盟改组成朝鲜新民党，领导人是金斗凤。同年8月，北朝鲜共产党与朝鲜新民党合并为北朝鲜劳动党。11月，南朝鲜共产党和南朝鲜新民党也合并为南朝鲜劳动党。1949年10月10日，南北朝鲜劳动党正式合并。在苏联的支持下，日城出任最高领导人，属于是一步到位了。虽然完成了组织上的整合，但人心向背却难以琢磨。劳动党成立的过程就注定了党内必定派系林立。新生的朝鲜劳动党可以笼统地分为国内派、苏联派、延安派和游击队派。国内派又分为南方派和北方派。出生在苏联的朝鲜族人构成苏联派，一直在中国干革命的人构成延安派，金日成是游击队派。而不同派系的这些人都将成为日城一一剪除的对象。其中最早受到打击的是国内派中的北方派，这个派系实力最弱，而且势力范围与日城有所重叠，所以在劳动党整合的过程中就被冠以反苏的名义给消灭掉了。1950年，日城挑起朝鲜战争，并借此机会独揽党政军大权，随后开始大规模的打击政治对手。武庭首当其冲。武庭曾担任八路军总司令部作战科长，1937年底主持建立了八路军的炮兵部队，还一度担任八路军总部的炮兵团长，所以他在军事上能力还是很强的。此外，武庭还是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的会长，这个联合会是朝鲜独立同盟的前身，所以武庭很早就被外界认作是反日力量中朝鲜一派的领导人。在某些会议场合，他的画像甚至能和毛并列。1941年7月，斯大林派飞机到延安，要接武庭到苏联，名义是要他去指导苏联的炮兵部队。这是个非常滑稽的理由。苏联的真实目的是寻找日后在朝鲜的代理人，因为毛的阻止最终没能成行。但斯大林派飞机的事儿再一次提升了武庭的声望。1942年，武庭组建了朝鲜义勇军，并辞去了炮兵团长的职务，一门心思搞军事训练。他指望着靠这支部队去光复朝鲜，甚至还想到朝鲜独立后要组建一个由爱国党派联合执政的政府。1944年8月，日本战败的迹象已经显现，武庭预见到苏联会设法控制朝鲜，他便将分散在中国各地的朝鲜革命者集中到延安，进入朝鲜革命军政学校学习，为迎接祖国的光复做准备。1945年8月1日，武庭、朴孝簪、朴义瑜率领朝鲜义勇军北上，他们要按计划配合苏联红军光复朝鲜。但没想到，日本3天后就宣布投降了，这支军队也和解放祖国的荣誉擦肩而过。日本宣布投降2天后，武庭就开始组织朝鲜革命者，着手准备回国了。1945年11月初，3000多人的义勇军队伍到达沈阳。11月7日，在朝鲜义勇军军人大会上，武庭告知与苏军交涉的结果，只有少数干部被允许回国，其余的人需要留在中国，继续等待回国的机会。1945年11月20日，回国干部团抵达中朝边境，又被告知没有获得入朝许可。武庭又跑去平壤向苏联人申请，
苏联人要求他们解除武装，并以个人身份入境。最终来到平壤的朝鲜独立同盟领导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他们无法融进平壤的政治氛围。最要命的是，他们没有军队，在自己的国家里，他们就像一群过客，在等待着苏联人的安排。苏联对武廷和他的义勇军非常冷淡，这主要是因为他们不是自己人，而他又享有很高的声望。斯大林出于某些目的，热衷于用文人来担任朝鲜的领导职务，即使非要选个军人，他们也会选比较熟悉的日程。1945年10月28日，在新成立的北朝鲜武道行政局选举中，还未回国的武廷被选为行政局副委员长，1号领导人则是声望更高的曹婉之。到了1946年4月，武廷被排挤出领导层，和他同时回国的学者金斗凤被选举为1号领导人，日程当选为2号领导人。在随后的一次干部会议上，武廷压抑已久的愤怒终于爆发了，他扯开自己的衣襟，向震惊着众人展示身上的大痕，看看这些伤痕吧，这都是我为朝鲜付出的代价。为什么你们现在只赞美日程呢？这下可把日程得罪死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武廷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兼任人民军炮兵司令。很快，朝鲜战争爆发了。因为战事不顺利，1950年7月10日，武廷接替金光霞出任第2军团军军长，并很快以灵活的战术击退了据守小白山的美国第8集团军，随即挥军前进，准备强渡洛东江。7月末，美韩军队构成了釜山防御圈，美国本土的松原部队即将到达釜山，日程元帅的机会也跟着来了。他给前线下达战斗命令，在朝鲜解放第5周年纪念日8月15日以前，必须夺取釜山，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渡过洛东江，占领釜山。武廷已经和美国人较量了近1个月，深知两军的实力差距太大，对八月攻势提出了反对意见。但日程固执己见，任命武廷为东线司令官，担任八月攻势的主攻任务。战斗从1950年8月5日一直持续到8月24日。朝鲜人民军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在山岳地带作战，外加联军空袭，导致后勤补给严重不足。8月12日以后，东线人民军部队的补给彻底中断了。15日以后，军队开始失去行动能力。在联合国军优势火力和兵力的反扑下，人民军只好退到洛东江右岸。8月攻势先胜后败，日程心有不甘，又着手准备9月攻势。他根本不在乎，此时战争形势已经发生了逆转。武廷依旧担任主攻指挥。9月2日夜，武廷率领左部开始大规模的夜间进攻，战事开局非常顺利，接连击溃韩国首都师第5师、美国第1骑兵师和韩国第3师。南韩的军队司令部被迫从大邱撤向釜山。但这时西线人民军遭到了挫败，所有的压力突然都集中到了东线。武廷竭力抵挡来自四面八方的反扑时，1950年9月15日，联合国军仁川登陆开始了。南方的人民军不得不再次撤退。武廷在安排了各师的撤退路线后，为了保住部队建制，他凭着游击战的经验，果断切断了所有的无线电联系。结果不但美国人，就连平壤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武廷左部虽然顺利回到了北方，但他玩失踪的行为让日程十分恼火。苏联顾问也批评说这是个人主义倾向。接着，日程命令他留下保卫平壤，但只给了2个不足万人的预备师团。此时死守平壤注定会全军覆没，而放弃首都也是追视重罪。日程这是给他设下了死局。耿直的武廷不甘心被围歼，他在政府北撤后稍作抵抗便率部撤走。北朝鲜溃败后，日程急于甩锅，撤退的武廷首当其冲遭到批判。日程指责武廷犯有军阀主义的错误，应该对战争失利承担责任，随即撤销了其中央委员的职务，并将他永远开除出党。武廷在彭的保护下，才以赴沈阳疗养的名义离开了朝鲜，避免了被处决的命运。接着就轮到了延安派的另外2位大人物朴义瑜和方虎山。朴义瑜被认为是与毛关系很近的人，方虎山则是朝鲜军中另一位响当当的战将。在中国经历过战争的这些人眼睛都不瞎，他们普遍怀疑金日成的指挥水平，认为人民军的溃败是日程指挥不当导致，并开始质疑他的领导人地位。这下日程可是不能忍了。战争结束后，这2个人立即被降职，然后撤职。在1955年4月举行的朝鲜劳动党全会上，朴义瑜、方虎山作为反党松派分子，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出党，自此生死不明。苏联派也没好到哪里去。1951年，
日程以扩党不利为由，撤销了苏联派核心人物许家怡劳动党中央书记一职。1953年4月，在批判李成业叛国集团时，金日成又宣称许家怡支持和参与了国内派搞政变。许家怡随即接受审讯时批判，会后没多久就自杀了。而与之亲近或者案件相关的人员也相继被清洗，苏联派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李成业叛国集团本身就是政治迫害。1952年2月，日程命令李成业扩大游击作战，李就跑去扩编游击队。到年底，李的部队已经达到了4000人的规模。日程声称接到举报，李成业是美军安排的间谍。最主要的证据是他的游击队招募了大量来自南方的作家，这些人是留到政变后用来控制舆论的。李成业本身就出身南方地下党，收拢几个南方的同志再正常不过，谁说作家就不能打游击了？日程之所以这么不要脸皮污人清白，实则是甩锅之举。我们从朝鲜政府开出的罪状就能一窥究竟。混进军事委员会领导地位的李成业间谍集团不顾党的指示，没有采取加强仁川至汉城的防御措施，并且滥用职权，千方百计阻挠动员构筑防御工事所需的物资和劳力。意思是，具有远见卓识的军事天才日程同志早就预判了麦克阿瑟的仁川登陆，并且下达了无比正确的防御指示，但李成业间谍集团不作为，导致人民军腹背受敌，最终败退鸭绿江。而事实上，当时李成业的职务是汉城临时委员会委员长，只是京畿道防御军事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并不是直接军事指挥，因此对相关的军事防御他也没有多大的发言权。李成业叛国集团案主要是针对南方派的清洗。朝鲜战争初期，日程想着依靠南方的地下活动，所以对南方派的人都十分重用，也导致了他们一天天做大。南方派向来不服日程的领导，面对战争的失利，两派一直在互相指责。甚至有一次，日程在苏联大使馆醉酒后朝朴先勇砸墨水瓶，日程骂朴先勇是骗子，说好的南方地下党会起义，可人民军都快打到釜山了，一个起义的内应都没有。朴先勇呢，责怪日程愚蠢，谁让你把主力部队都压到洛东江边的，但凡后方留点人，也不至于被麦克阿瑟偷袭仁川。策动南方起义的是朴先勇，属实是有点冤枉。战争爆发前，李承晚在韩国完成了土改，南方的农民都想好好种地，朴先勇渗透到南方的党员很快就被当地的百姓举报了，一批批的人被逮捕，哪里还能组织起义？反倒是日程确实是贪功冒进，导致功亏一篑。根据当事人回忆，当时日程出口成脏，狠狠地问候了朴的母亲，声称打了败仗，不仅我有责任，你朴先勇也有责任。1952年9月，日程与朴先勇两个大领导一起前往莫斯科面见斯大林，商讨停战和谈。日程赞成尽快停战，好好搞战后重建，苏联也是这个意思。但朴先勇全程沉默不语，他还想着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取实现国家统一，这属于是公然忤逆老大哥了。日程捡到了好的借口。1953年初，日程逮捕了朴先勇、李成业和金刚政治学院的全体师生。这个金刚政治学院是培养富含地下人员的学校。等到停战协议签订后，不到1周的时间，司法部长李成业、驻中国大使全武纪、第一届随高人民议会议员金武兴、南朝鲜解放游击队第10支队长孟仲高、劳动党联络部长朴胜元、劳动党联络部长裴哲、劳动党社会部长姜文熙、内务省干部白鸿福等10人，均以美帝国主义雇佣间谍的罪名被判处死刑。其余南方派的领导人也相继被解除职务并开除出党。2年后，朴先勇以反党叛国罪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至此，南方派全军覆没。后来，日程还是遭遇了麻烦。时间来到1956年，随着苏共20大的召开，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掀起了一股去斯大林化和反对个人崇拜的浪潮。赫鲁晓夫在大会上公开批判斯大林，并点名批评金日成在朝鲜搞个人崇拜。这对于北朝鲜参与的延安派和苏联派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他们都认为推翻日程统治的时机到了。于是，这两个派系迅速联合起来，准备共同对抗日程。他们计划趁日程访问苏联，在劳动党中央全会上对其发起批判，并利用苏联和中国的影响力迫使日程下台。为了保证计划的成功，他们还制定了严密的保密措施。但两派的反击计划最后还是泄露了。向日程告密的人叫林一雪，他是延安派成员，但同时也是日程的铁杆心腹。林一雪曾在战争中为日程挡过子弹，对日程可谓忠心耿耿。当得知反击计划后，他立即将消息密报给了日程。得到消息的日程惊诧莫名，苏联也不访问了，赶紧秘密返回朝鲜，提前布置军队即将到来的发难，做了充分的准备。1956年8月30日，朝鲜劳动党中央全会如期召开。
会上，日成献话指认，指责延安派和苏联派反党和搞分裂，并拿出了大量证据。延安派和苏联派措手不及，面对日成歇斯底里的批判，完全乘了被动。日成则乘胜追击，利用手中的权力，迅速将两派的领导人逮捕，并将他们的追随者开除党籍。最后，只有一小部分人得到中国和苏联的庇护，开始了流亡生涯，而剩下的2000多人全部被清洗。北朝鲜历史上最接近成功的政变就这样以失败告终。在8月松派事件中，日成彻底消除了党内的反对力量，建立了绝对的个人权威，彻底巩固了统治地位，更为后来的金家王朝世代统治朝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日成的游击队派虽然完全掌握了朝鲜劳动党的大权，但革命的绞肉机已经开动，就不会轻易的停下。朝鲜的政治斗争还将继续。随着时间推移，游击队派逐渐分裂为对立的两派，两派的分歧主要反映在政见上。甲山派主张经济优先，认为和平统一国家为首选，反对个人崇拜，反对家族继承。而日成则认为国防军事优先，武力统一南韩是唯一的选择，指定家族继承人更是理所当然。正日7岁时，妈妈金正淑难产离世，正日和妹妹静姬被日成视作掌中宝，特别是正日一直被当作接班人来培养。韩战初期，日成把儿子正日带去最高司令部指挥中心，熬夜看战况，以此磨练正日的意志。日成还把儿子带去前线和工地，就着实战机会现场教学，教他怎么打进攻，怎么围剿敌人，怎么应对突然袭击，把有限的军事知识储备悉数传授给了正日。战场大溃败后，为了保留革命火种，正日又被暗中送到吉林上小学。直到1953年战事结束，正日才重返祖国。据说正日小时候就表现得十分聪明和灵活，尤其擅长交朋友，这让日成更加喜欢。1967年5月，劳动党召开4届15中全会，会上日成以批判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树立主体思想为朝鲜唯一思想的名义，批判和清除甲山派，撤销了他们党内外职务，并开除出党。此次对甲山派清洗范围之大，令人难以想象。到1968年，朝鲜有2/3的地方党政干部受到了牵连。不过，惨烈的派系斗争也带来了严重的政治影响，民众都觉得日成在甲山派事件中实在是太过分了，这简直就是暴君了。就在日成急于修复形象时，孝子正日带着电影《麦号姑娘》出现了，《麦号姑娘》还拿了国际电影节的大奖。正日又接连拍了《鲜花盛开的村庄》等电影，这些作品在朝鲜大受欢迎，很快就吹散了空气中的血腥气。正日为巩固日成的领导地位，可谓贡献良多。甲山派祭出，但朝鲜还有军事反对派。尽管这个派别对军事忠心耿耿，但日成绝不容许有任何潜在的威胁存在。除了安排正日随部长秘密出访友国，寻求外交支持，从60年代末，日成就接连发起了一连串挑衅行动，包括扣押美国间谍船、刺杀朴正熙等等，令半岛军事形势骤然紧张。日成的军事冒险是在创造机会，以便全面整肃部队的高级官僚。很快，军事反对派的核心人物，劳动党中央政委会委员、内阁民族保卫相金昌凤，劳动党中央政委会候补委员、人民军总参谋长崔光，劳动党中央政委会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局书记、人民军总政治局局长许凤学等一众高级将领被清洗。1976年，日成60岁生日时，突然以修改宪法的形式确定了弟弟金英柱2号人物的地位，释放了金英柱将接班的信号。有人认为，日成此举是在利用金英柱的威望和私利，让军队安心，并非真的打算让弟弟接班，反而是在为正日扫清障碍。正日也不负所望，很快在身边聚拢了一帮坚定的支持者。经过一系列的操作，4年后的党代会上，金英柱就被以没有事业心、没有好好辅佐日成的名义遭到批判。正日顺利的被确定为接班人，金英柱被降为副总理，接着就被彻底边缘化了。正日虽然坐上了太子宝座，但后妈金圣爱也给日成生了2个儿子，日成可不能忍受弟弟们的威胁。金圣爱作为日成的秘书兼妻子，还长期担任朝鲜妇女同盟中央委员长的职务。她的周围自然不缺支持者，其中以劳动党中央书记、国家副主席金钟奎和副总理南日大将最为位高权重。但在朝鲜，站队才是最高超的政治技巧。很快，南日在1976年一次外出巡视时遭遇离奇车祸，当场死亡。而金钟奎则在1977年被冠以毒害党的唯一思想体系10大纲领罪，开除党籍，并关进政治犯收容所，
之后生死不明。很明显，后妈金圣爱不擅长权力内斗，身边的支持者们被接连侵犯，她却在忙着建司母山别墅。到1982年别墅竣工时，金圣爱已经成了光杆司令，彻底的翻牌无望了。最终只能目送2个儿子以外交官的身份被赶出国，几十年不被允许回朝鲜。而在1994年日成去世后，金圣爱也彻底没了消息。眼见大儿子成长和成熟起来了，终于在1986年日成公开宣布接班人问题已经解决。张日也觉得自己是稳了，可太子舒心的日子没过上几天，就又起风波了。苏东军变为朝鲜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从朝鲜归来的年轻军官们开始猛烈批判朝鲜的体制，这让日成和郑日一阵紧张。保持主体思想的唯一性以及维持金家政权的统治，这个底线是绝对不能碰的。于是暴躁的郑日开始毫不留情地向军队动手了。最终，这批苏联留学归来的军官有20多人被处决，300多人被免职。日成还命令将1986年以后到苏联留学的军官、将官以及驻莫斯科大使馆的武官、副武官全部逮捕，其他凡是留苏归来的军官都要重新接受审查。这次清洗效果是显著的，不仅消除了朝鲜军队中苏联的影响，还把国家军队变成了机智的私人武装，这一点太重要了。郑日在正式接班后，劳动党的组织架构已经失去了意义，郑日与政敌的斗争再也不会通过开会投票来解决了。只要是让郑日不开心，秘密警察和军队就会出动。凡是有害于金家统治的单位和个人，都会迅速且无情地被实施清洗，而且是以肉体消灭为目标。1997年，时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书记的黄长业，经由韩国驻华使馆叛逃到韩国，成为郑日执政时期最严重的一起内斗事件。黄长业长期在朝鲜劳动党主管意识形态，是主体思想理论化的重要功臣，但郑日上台后，黄逐渐被边缘化。由于在外访时没能募集到足够的粮食，担心被肉体消灭，是黄叛逃的直接原因。黄长业在北京躲进了韩国使馆，郑日派出多批杀手要将他置之死地，但被中方阻拦。在中国的斡旋下，黄长业最终经由第三国到达韩国。据说他留在朝鲜的家人和亲信全部被清洗。黄长业到达韩国后，在韩国前总统金泳三的策划下，到处演讲出书，将他所知道的朝鲜高层秘闻公之于众。终于在2010年的10月10日，也就是朝鲜劳动党建党65周年的纪念日当天早上，黄长业被发现死在家中的浴缸里。韩国方面公布的死因是当场死亡。而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实在不能不让人联想到这是朝鲜某部门的献礼之作。除了黄长业，郑日执政后期倒霉的还有他的铁杆朴南基。2009年，内忧外患的朝鲜经济形势迫使郑日开始推行一系列经济改革。朴南基作为计划财政部部长，主导了其中主要的货币改革，但这场改革无视客观经济规律，直接服从领袖的意志，结果造成了更大的危害。朝鲜经济陷入了崩溃的境地。为了转移矛盾，郑日毫不犹豫地抛出了朴南基，污蔑他作为大地主的儿子潜入革命队伍，蓄意置国家经济于死地。朴南基随后被枪决，其亲信一个也不留，全部被清洗。郑日的革命事业未竟，在2011年末中道崩殂。郑恩由于年龄太小，威望和私利都不俗，郑日特意安排了7位辅政大臣。当年郑日登基前，曾为日成守孝3年，因为大权在握，最高领导人的大位长期空置，也不会担心有任何变故。但郑恩可不敢学他老爹，他是火速上位的。郑日有3个儿子，陈慧琳生的金正男，高音基生的金正哲、金正恩。2010年以前，郑日的长子金正男在媒体上的曝光率很高，有消息说郑日对正男从小就非常宠爱。上世纪90年代中期，正男曾被认为最有可能成为郑日的接班人，但2001年5月，利用伪造的多米尼加护照进入日本并遭到驱逐后，其接班人的地位遭受了重大挫折。此后一度常年生活在澳门，逐渐远离了平壤的权力中心。金正哲1981年出生，2004年4月被任命为朝鲜劳动党组织指导部第1副部长。根据曾任郑日私人厨师的日本人藤本健二的说法，金正哲在体育和艺术领域具有出色的才能，还是个 NBA 球迷。
但他沉迷于电玩，性格也比较软弱，因此赵日决定把权力交给老三金正恩。金正恩长期以来十分低调神秘，以至于连他的名字都有几种叫法，比如金正云、金正银。他一直不为外人所知，甚至连长什么样子都没人知晓。1993年到1998年，金正恩化名朴哲，在瑞士国际学校学习。根据德国媒体采访其同学爆料，少年金正恩数学成绩特别好，很有幽默感，容易和人相处，爱看日本漫画和卡通片。他喜欢施瓦辛格主演的《未来战士》和成龙的电影。此外，还是乔丹的球迷，他曾向以色列同学学习过篮球技术。金正恩的同学说，开朗外向的他和每个人相处的都很愉快。有些同学来自朝鲜人眼中的敌对国，即使这样，金正恩也和他们打成一片。就读瑞士伯尔尼期间，金正恩住在朝鲜大使馆，上下学有司机接送。同学们猜测他是外交官或者司机的儿子。但随着和金正恩一起入学的一个叫郑光的朝鲜同学将另一个同学口中的铅笔踢飞，大家开始觉得金正恩身份不简单，因为几乎形影不离的郑光很可能就是金正恩的保镖。或许是从小就懂得隐忍，又或许是权力改变了心性。这个看上去普通且正常的孩子，在掌权后掀起了不亚于其父的党内清洗狂潮。2010年9月，金正日任命6人为大将，金正恩名列第2。同年的朝鲜劳动党第3次党代表大会任命金正恩为朝鲜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至此，郑恩正式成为接班人。2011年12月17日，郑日正式离世。当月28日，遗体告别仪式上，除郑恩外，李英浩、张承泽、金永春等7人陪同护送了金正日的灵车。这8个人是朝鲜当时政界的核心力量。金正恩执掌朝鲜政权后不到2年的时间，通过对党政军的大换血，迅速掌控了权力的格局。郑日扶灵7人组的命运则是令人唏嘘。2012年7月15日，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71岁的李英浩被解除一切职务，理由是身体健康有问题。当年10月份，李英浩就被定性为反党反革命分子。2012年4月，77岁的金永春被免去人民武力部部长职务。2012年2月15日，72岁的金正阁被授予次帅称号，同年4月被任命为人民武力部部长，几个月后遭罢免，自此再没有公开露面。2012年4月12日，71岁的于东策被免去国家安全保卫部副部长，再未公开露面。朝鲜国家安全保卫部主要担负对内的防谍反谍工作，被看作绝对保卫部门。而对清功夫张承泽的处决，则是郑恩清理权力路障的高潮。张在2002年4月被授予次帅军衔，被逮捕时任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委员、朝鲜国防委员会副委员长、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委员、行政部部长兼中央指导部第1副部长。张承泽在朝鲜政坛拥有巨大的影响力，早年曾辅助郑日击败金英度，还因为协助郑恩顺利接班，被外界看作是朝鲜的首辅大臣。随着清洗的人数不断上升，郑恩的清洗手段也是花样百出。韩国媒体甚至传出了所谓公开犬决和高速炮处决等残忍的手段。而在2017年2月13日，金正男在吉隆坡机场遇刺后，三将军彻底向世界证明了他有保持朝鲜稳定和发展的能力。黑神话悟空大火之后，有玩家发现，在平壤、三池渊郡和新义州都有玩家登录 Steam 平台，而三池渊和新义州没有留学生和其他外籍人士，却都有金家的别墅。于是网友们断定是将军或者将军的哥哥郑哲在玩游戏。而与此同时，朝鲜小学1年级的学生在做数学题，8个男孩9个女孩一起唱金日成散的歌，问一共有多少孩子在唱歌。3个朝鲜人民军消灭了30个美国大兵，如果这3个士兵每个人消灭的美国大兵一样多，问每个战士消灭多少个美国大兵。所以北朝鲜既有稳定又有发展，人民负责稳定，将军负责发展。김정은동지만세！ 김정은동지만세！